这一次打贝蒂斯，20分钟的头球破门，50分钟的右脚凌空抽射，82分钟的左脚脚后跟进球。这场胜利他的贡献居功至伟，这也缓解了主教练阿隆索的压力，并频繁提及 C 罗和他的家人。哈哈哈，好在这位记者没有写是哪位 C 罗在皇马的队友。看来当时他的情绪真的是崩溃了，将皇马也将 C 罗的家人所有人都骂了个遍。鲁尼在播客节目中力挺自己过去的助手，说呀，罗塞尼尔敢于做出选择，希望这些选择最终能得到回报。因为在我看来，罗塞尼尔是我合作过最出色的教练之一，无论是对细节的把控，还是对日常工作的态度，他都是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朋友们，切尔西今天主教练正式官宣，让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他。今天的节目很精彩，也会涉及到皇马跟巴萨，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老 K。再预告一下，周六晚上北京时间7点钟，老 K 将进行直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来，我们争取每个周末都直播，专门用来回答观众的问题，和大家一起互动。所以谢谢您的支持，谢谢您的点赞、分享、评论和热推，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哈哈，就在老 K 上周末吃火锅的时候，皇马的青训大爆发，特别是贡萨洛加西亚。要知道，自2003年劳尔以来，还没有一位西班牙中锋在伯纳乌可以上演帽子戏法。可是就在对阵原神安东尼、皇家贝蒂斯的比赛中，贡萨洛加西亚帽子戏法，劳尔、阿森西奥和弗兰加西亚也包办了其余进球，他们都出自皇马青训。在过去20年中，皇马青训一共培养了166名职业球员，超过了巴萨的156名和大巴黎的111名，但是只有极少数精心挑选的球员能够在伯纳乌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打主力，而且这些球员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先外租锻炼以后再回归，就像卡瓦哈尔或者巴斯克斯，他们是最后一批留在一线队的青训球员，直到现在劳尔、阿森西奥和贡萨洛加西亚的崛起。所以上周末的比赛对皇马很重要，它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青训传统的认可。要知道皇马现在多事之秋，成绩又不好，老佛爷甚至对巴萨开炮，想转移注意力。可现在皇马青训值得大家好好看看了。仅在去年夏天，通过出售和租借青训球员，皇马就获得了2500万欧元的收入。近年来，皇马青训营一直是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大换血，它是皇马俱乐部现在的一个重要赚钱来源。所以虽然皇马留不下青训球员，可是每次只要点开西甲某个队的球员，你看啊，发现不是来自巴萨的拉玛西亚，就是来自皇马的拉法布里卡。大家记住啊，这冷知识，拉法布里卡是皇马的青训工厂，而巴萨是青训农场，卡斯蒂亚则是皇马2队的名字。现在过去皇马名宿著名的马德里主义者阿贝罗亚执教的皇马卡斯蒂亚队正在争取重返西乙联赛。而在7月份的世俱杯上，正是贡萨洛加西亚首次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还成为了赛事最佳射手。不过姆巴佩的回归立刻让他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上半赛季贡萨洛加西亚在西甲联赛中也数据平平，直到上一轮比赛帽子戏法，尤其是上一场比赛对比巴西球星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在姆巴佩不在的情况下是头号球星，可在比赛中却憋了一肚子气，他情绪相当激动，直接在场上对主教练阿隆索表达不满。他认为自己在比赛中拿球次数太少，进攻端自己被晾在了一边，甚至忍不住当场抱怨队友必须要把球传出来。昨天节目咱们也说了，今天再说一次，维尼修斯的原话是：这样根本不可能，必须要传球，所有人都在想过人，结果被虚的却是我。跟贡萨洛加西亚说一句吧，至少传给我一次，不用每次都传给我，但好歹传一次吧。所以维尼修斯在场上火药味直接拉满，这好在上场比赛是5-1大胜啊，否则这个火药桶的情绪爆发又会影响阿隆索的帅位。一方面是新星贡萨洛加西亚数据爆炸，另一方面是头号球星憋了一肚子气。所以老 K 先讲自己的态度啊，我认为未来的皇马维尼修斯最好是留下，必须留下。但是像这样发展下去，真跟阿莫林一样，老 K 的意见他们可能都不会听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皇马球迷都认为维尼修斯即使是工程，也必须赶紧把他给卖掉。团队都赢球了，你还在那儿瞎逼逼，所以也确实不讨喜，确实情商有些低。本赛季巴西的锋线球员在5大联赛的进球排行榜单上，进球最多的大家一定猜不到，是布伦特福德小蜜蜂的前锋迪亚哥，进了14个球，然后是巴萨的拉菲尼亚，热刺的里沙利松，切尔西的若昂佩德罗，维尼修斯排在第5，只进了5个球。好，咱们说回小将贡萨洛加西亚，最近几个月有不少俱乐部都对他表现出了兴趣。
但皇马对他还是舍不得，至少想把他留到赛季结束。这一次打贝蒂斯，20分钟的头球破门，50分钟的右脚凌空抽射，82分钟的左脚脚后跟进球。这场胜利他的贡献居功至伟，这也缓解了主教练阿隆索的压力。目前皇马在所有赛事中取得了4连胜，其中西甲3连胜。在本周将于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西班牙超级杯之前，皇马现在落后榜首的巴塞罗那4分。这一次由于姆巴佩因膝伤缺阵，贡萨洛加西亚再次抓住了机会，特别是无球状态下的表现非常突出。可以说战术方面他就是皇马进攻中的重要支点，球队的进攻威胁远超前几场姆巴佩在的时候。这也确实让咱们老 K 足球新闻评论区赛前有些球迷猜着了，姆巴佩不在，皇马甚至踢得更好。那么第88分钟，贡萨洛加西亚被弗兰加西亚换下的时候，获得了伯纳乌全场观众的起立鼓掌。可以说有了一个真正的中锋在，皇马在进攻端才打出了最完整的比赛。要知道这是自1989年以来首次有单场比赛皇马的5粒进球全部由自己的青训球员打入。而另一方面，教练组对近期皇马定位球进攻的效率感到很满意，过去2场比赛定位球已经打进3球。而与此相对的是维尼修斯，77分钟维尼被换下时遭到了嘘声。对此主帅阿隆索说，我们理解这种情况，维尼修斯很成熟，我们也很成熟，我们必须做出回应。所以现在在西班牙超级杯之前这么一场大胜，皇马肯定希望他能成为超级杯胜利的催化剂。有意思的是，关于维尼修斯，维尼修斯在大胜皇家贝蒂斯的比赛以后没有参加庆祝，径直返回更衣室，这个行为引发了塞尔电台评论员的强烈批评。解说员说，家中的孩子没有教养，错是在父母。这个比喻将批评直接指向了对此默不作声的皇马高层。当时比赛结束后，全队都在场中庆祝胜利，而且纷纷拥抱上演帽子戏法的英雄贡萨洛加西亚。只有维尼修斯独自快速地走回了球员通道，没有参与任何集体庆祝，也没有返回球场向球迷致谢。在塞尔电台的节目中，评论员批评道，这对维尼修斯来说不是一个好形象，他总是想在所有场景中成为主角，但你并不是主角，小子，别抢风头，让贡萨洛加西亚享受他的荣耀吧。你这样的行为到底图个什么？当你家里有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时，第一次是孩子的错，第二次还是孩子的错，但到了第10次，错就在父母了。懂得人自然懂什么意思。OK， 现在维尼修斯领衔的皇马已经抵达沙特，备战马德里德比。这2场西班牙的超级杯，老 K 猜皇马和巴萨晋级，在决赛中巴萨取胜。关于这场比赛，现在姆巴佩确定无缘出战，不过不用担心，上赛季到今天姆巴佩缺阵的11场比赛，皇马只输过1场，所以对皇马的成绩也许没有明显的影响。上赛季至今，姆总缺阵11场比赛，皇马是7胜3平1负，输球概率仅为 9.1%。而在姆巴佩出战的83场比赛中，总成绩57胜8平18负，输球概率反而达到了 21.7%。 哈哈，姆巴佩确实是当今球员技战力第一。可另一方面呀，球队总进球数量是一块蛋糕，可姆巴佩的踢法也许不能把蛋糕做得更大更美味，这是他需要进步的地方。当然另一方面，姆巴佩的助攻也挺多，却是唯一一个实际助攻远小于预期助攻的。他是西甲的预期助攻王，什么意思呢？队友秃饼太多了。总之数据的取样量太小，可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姆巴佩缺席11场，皇马胜率 63.6%。维尼修斯缺席11场，赢了9场输2场，胜率 81.8%。贝林厄姆缺席15场，赢了13场1平1负，胜率 86.7%。所以在样本太少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是不科学、不公正、不客观的。本周4，皇马将先在超级杯对阵马德里竞技，这是一场半决赛，也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如果获胜，周日的决赛就将对阵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竞技之间的胜者。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如果皇马又输给马竞，那俱乐部可能会对主教练阿隆索的未来做出某种决定。简单说，下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好在赫伊森预计可以出战这场对马竞的比赛。现在皇马董事会对于皇马遭受的大量伤病非常不满，非常担忧，所以决定对队医的职责进行一些重组。过去当菲利佩·塞古拉被从俱乐部医生提拔的时候，克罗地亚的医生米西奇在2023年11月底被免去了医疗服务主管的职务。不过米西奇深受老佛爷的信任，俱乐部人士说他从未停止给皇马提供建议，所以米西奇仍然和皇马俱乐部保持联系，尤其是和老佛爷。现在米西奇在上周六又作为了皇马的健康与表现主管正式履职，他将负责监督所有的医疗事务。
好，除了超级杯的比赛和皇马最近对医疗团队的重组以外，目前皇马最大的事儿就是在研究怎么修改自己的所有权模式。之前的节目老 K 也说过，老佛爷在最新的会员大会上公开宣布了一项计划，想改变俱乐部所有权模式，允许外部投资进入，这在皇马历史上尚属首次。过去123年的皇马历史，俱乐部一直仅仅由其会员所有。现在老佛爷宣布将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届时约有2000名代表会员会有机会在公投中就改变俱乐部模式的提议进行投票。这一次会议预计将在夏季前进行，但还没有确定具体日期。特别大会也许是3月，也许是4月。而关于俱乐部所有权的公投则在1个月以后。如果外部投资获得批准的话，那意味着皇马可以在6月就以全新的所有权模式结束本财政年度。另外，在举行公投之前呀，皇马先要考虑修改特别大会的章程，以便并非所有98272名18岁以上的俱乐部会员都需要投票。这个难度就太大了。现在正在考虑的情况之一是，只需其中2/3或者多数出席投票就可以。那么像老佛爷这些主张变革的人士是认为，现在皇马俱乐部能够产生超过10亿欧元的收入，目前的会员制模式已经不再合理。一个正在认真考虑的想法是想让皇马成为一家控股公司，旗下包含多个实体，比如负责足球部分的体育股份公司，另一个呢则负责篮球，还有其他的如伯纳乌球场等等。皇马的价值可能达到约100亿欧元，向外部投资者出售 5% 或者 10% 的股份，这是考虑之中的动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老佛爷以后离任以后为必要的时候出售俱乐部更高比例的股份就敞开大门。现在老佛爷的主席任期会到2029年，同时现在也在考虑让新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拥有一位独立代表。然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将继续由俱乐部内部人员担任，因为会员仍然将拥有皇马 90% 或者 95% 股份的多数所有权，所以这一整套改革目前仅仅是非常早期的阶段。那么皇马潜在的投资者包括与体育相关的美国基金或大型的欧洲公司，也不排除接受其他市场远高于皇马市场价值的报价来出售这 5% 到 10% 的股份。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要在老佛爷在任的情况下去通过，因为老佛爷弗洛伦蒂诺在皇马会员中的受欢迎程度太高了，也正因为他的领导力，所以这一切目前都持乐观态度。由于出售这 5% 到 10% 的皇马股份可以给俱乐部带来巨大的财务助力，所以大家都认为这对会员也是有益的。俱乐部还希望向会员提出一个论点，会员们将直接获得任何积极财务业绩的补偿，也就是说接近10万名会员是可以得到一些经济补偿的。总之这是一件大事，对股权股票感兴趣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跟着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慢慢的跟踪深入报道。现在巴萨这边关于超级杯的首发中场是使用德容还是埃里克加西亚，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要硬度就要上加西亚，要出球能力就要上德容，但是这俩一起上的中场实际效果是不好的。老 K 个人估计弗里克最后的选择应该还是德容。巴萨最近刚刚复出的队长老门将特尔施特根再次遭遇受伤，他在赛前训练中因为身体意外状况提前约25分钟离场，已经无法参加本届西班牙超级杯了。特尔施特根多年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作为运动员总是重伤，这就没办法了。现在他将返回巴塞罗那接受检查，希望不要是什么大事儿。另外在最新的合练中，亚马尔也缺席了，他目前正在进行针对性的专项训练，也许有点小伤，但预计不会影响出场比赛。目前关于老将中锋莱万多夫斯基的消息，罗马诺说沙特方面确实对莱万一直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也不是今天昨天才有的想法。过去2到3年，沙特方面一直通过经纪人进行接触，询问莱万是否愿意去沙特效力，但莱万方面给出的回应始终很明确，就是专注于巴塞罗那。现在沙特利雅得新月的主帅小因扎吉对莱万非常欣赏，想把他作为补强锋线的理想人选。不过关于这件事，夏天以前应该不会有答案。最近莱万的传记作者也表示，莱万多夫斯基在巴塞罗那过得非常开心，可能会再待1-2年。这位传记作家说呀，莱万在巴塞罗那最近几天我和他见过面，他很开心，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幸福，因为气候，也因为球迷们，也因为能量，因为俱乐部，因为他所进的球。莱万本来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球员，但是在拜仁的最后几天，我不确定莱万是否是个快乐的人。在巴萨的日子里，他肯定是快乐的。此外，莱万还是一位传奇，他的家人也如此。他的女儿们在卡斯特尔德菲尔斯上学，安娜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所以巴萨是属于他的地方，他可能还会再待1-2年。最近 ESPN 的知名记者罗德里戈·法埃兹在他的新书《背包就是一切》中详细的披露了许多独家新闻，比如当年 C 罗公开宣布可能将告别皇马。这位记者写道，那次著名采访的背后是大量的新闻铺垫工作。那一天我和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交谈，他告诉我，如果我是你，无论发生什么，赛后我都会尽力去找 C 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暗示，或者仅仅是我运气好，但结果很清楚，我照做了。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以为 C 罗会公开谈论续约，结果完全相反，那是他作为皇马球员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态，之后再没有对此发声，太震撼了。我记得我去采访他的一位队友，告诉他 C 罗说了什么，他的队友简直不敢相信。我问了队友的看法，采访结束后，他转过身，在麦克风外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遍，说了些非常离谱的话，并频繁提及 C 罗和他的家人。哈哈哈，好在这位记者没有写是哪位 C 罗在皇马的队友，看来当时他的情绪真的是崩溃了，将皇马也将 C 罗的家人所有人都骂了个遍。好，书里面还写到了当时皇马的队长卡西利亚斯，书中写道，卡西利亚斯差点毁了我，那可能是我最糟糕的日子之一。那是在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梅西和 C 罗时代的一场关键国家德比之后，巴萨赢得了一场西班牙超级杯。我记得我把耳朵贴在诺坎普更衣室通道附近，听到卡西利亚斯对裁判们说，你们跟他们去派对吧，跟他们去派对吧，就差跟他们去派对了。于是我在社媒和电视上报道了这件事儿。紧接着皇马新闻主管就过来宣布，卡西利亚斯稍后将在混合采访区露面。我以为他会彻底否认我说过的话，但在那大约10到15分钟的时间里，我几乎无法呼吸。我那时候记者生涯刚刚起步，如果真的被当众否认，那是毁灭性的。我知道我报道的是真的，但我也担心他们可能会否认，因为球员在这方面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幸运的是，卡西利亚斯最终以真诚和直接的态度承认了那句话。好，今天的转会市场，罗马诺已经官宣，塞门约6500万英镑转会加盟曼城，他会在周四完成体检，然后签署一份长期合同。塞门约拒绝了4家英超顶级俱乐部，选择了曼城，因为他太想在瓜迪奥拉的手下踢球了。今天也是塞门约26岁的生日。目前曼城已经差阿森纳6分，那么要想追上这个差距，最大的利好消息就是塞门约来了。关于他也有报道，塞门约确实和曼联前主教练阿莫林进行过通话，担心自己如果去曼联可能会踢边翼位。当时塞门约对转会曼联还是持开放态度的，提出了2个关键问题：曼联本赛季剩余时间将采用何种阵型，以及塞门约在球队中的定位。不过阿莫林向他保证自己是个善于调整的灵活教练，他阐明曼联的战术体系将随着时间演进，不会固守执教生涯惯用的3-4-2-1，也明确表示塞门约不会被安排踢边翼位的位置。现在关于曼联未来的主帅是谁，最新的报道有说，曼联的 CEO 贝拉达力荐马雷斯卡，马雷斯卡已经进入了红魔选帅视野。由于他此前在曼城和切尔西的英超执教经历，再加上目前自由身的身份，都大大增加了他入主老特拉福德的机会。毕竟他率领切尔西拿到了欧协联和世俱杯冠军，还在22到23赛季帮助曼城实现3冠王。而且前几天老 K 还说过一件事，曼联在马雷斯卡从切尔西下课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他以外，现在卡里克、哈维、范尼都愿意执教曼联，都在候选名单中。但是下半个赛季的临时主教练，现在最热门的人选是索尔斯克亚。索尔斯克亚已经明确告诉曼联，自己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合同期限。于是双方进行了接触，谈判还在进行当中。索尔斯克亚很可能担任临时主帅，直到本赛季结束。随后2026年夏天，曼联将任命一位大牌教练作为正式主帅。现在索尔斯克亚和自己的经纪人已经准备好所有的合同细节，就等待曼联内部决定是否推进。现在看来，本周曼联的比赛将由达伦·弗莱彻在场边指挥，而几个月前离队的旧将约翰尼·埃文斯也已经回归，加入教练组协助弗莱彻。而临时主帅俱乐部内部还提到了卡里克和范尼的名字。因力士集团内部认为，任命索尔斯克亚当临时教练能够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而且是双赢局面，包括俱乐部内部大多数关键人物，还有球员及大部分球迷都会支持索尔斯克亚。如果他表现出色，因力士集团会显得更棒；如果索尔斯克亚遇到困难，怀旧之情也会减轻批评的声音。那么到时候弗莱彻和卡里克或许会担任索尔斯克亚的助理教练，并且索尔斯克亚在柴郡还有一处房产，这也是他优势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弗格森退休以后，曼联已经花了1亿英镑用于教练和高管的专门的赔偿。
现在这件事情最大的看点在于，如果下半赛季索尔斯克亚的成绩非常好，那么明年6月份曼联还签不签马雷斯卡或其他的大牌教练呢？或者大牌教练来了还没有索尔斯克亚带队半年的成绩好，这又该怎么办？嘿嘿。不过值得一提啊，现在曼联下任主帅的赔率方面，格拉斯纳居首，索斯盖特排第2，马雷斯卡排第3。而今天曼联的名宿斯科尔斯也提到了法布雷加斯的名字，不过他说相比罗塞尼尔，法布雷加斯才是蓝军新帅的更佳选择，这跟昨天老 K 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斯科尔斯认为法布雷加斯不适合曼联。关于切尔西今天已经正式官宣罗塞尼尔出任球队主帅。这位年轻的少帅精心准备了450页的 PPT， 展现了极为宏大的蓝图和很细致的规划。他也打动了俱乐部高层，整整450页，这怎么做出来的？不知道 ChatGPT 帮了多少忙。这一份详尽的文件勾勒出了他的战术哲学和管理理念。要知道，前主教练马雷斯卡在23到24赛季作为莱斯特城主帅打了14场英冠比赛，前面14场赢了13场，输掉的那一场正是输给了罗塞尼尔执教的赫尔城。而那场1-0失利中的进球者正是德拉普。在执教斯特拉斯堡的时候，罗塞尼尔认为建立人际关系是在俱乐部内创造成功文化的最佳途径。而在目前的切尔西，罗塞尼尔的人脉相当广泛。这一次切尔西选择他，给了一份6年半的合同，这表明高层多么看重他作为教练的能力。而且这个举动已经引起斯特拉斯堡球迷的强烈不满。过去罗塞尼尔的助理教练说，罗塞尼尔是自己遇到过的最注重细节的教练。他年轻，善于表达，有抱负，而且尽管是一位有才华的战术家，他却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宏伟幻想。他只是决心去证明自己许多需要证明的地方，比如利用新闻发布会来清晰简明地解释某些战术背后的理由，这样能够让球迷更好地理解比赛。罗塞尼尔相信，如果他尊重切尔西的球星们，球星们也就会尊重他。因此他不主张对球员的不当行为处以罚款。据说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整个任期内都没有开出过一张罚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球员的不良行为会听之任之。这一点我们可以听听斯特拉斯堡的队长22岁的年轻球员埃梅加的话。埃梅加过去在媒体采访中犯了许多错误，包括告诉一家荷兰报纸他之前以为斯特拉斯堡在德国。随后罗塞尼尔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言论具有破坏性，以及他为什么必须在场外也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随后罗塞尼尔就和主席和体育总监一起决定在对阵图卢兹的下一场法甲比赛中停赛这名前锋。最终斯特拉斯堡0-1输了，但主教练罗塞尼尔认为这是必要的。他相信如果剥夺球员的上场时间，球员们就会得到更深刻的教训。多年来罗塞尼尔持续扩充着自己450页的 PPT， 这是一份写满了他心得体会的文件，包括福格森爵士，包括克拉夫教练，这是他过去在足球方面当领导者的2位灵感来源。这2位主教练过去都坚定地支持自己的球员，所以当球员埃梅加需要支持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当斯特拉斯堡的球迷们批评埃梅加，主教练罗塞尼尔就告诉球迷，这是不可接受的。2020年，罗塞尼尔在《卫报》上还发表了一封致特朗普的公开信，呼吁为黑人伸张正义和平等人权。所以罗塞尼尔是一位富有同理心、口才出众，而且是一个不畏惧应对最大问题的思考者。他的父亲前职业球员兼主教练老罗塞尼尔认为，罗塞尼尔对足球战术的兴趣始于2-3岁。老父亲说，罗塞尼尔只有2-3岁的时候就会一边假装睡觉，一边听我谈论足球，然后把这些内容全都记在脑子里。而他在6岁的时候已经对足球战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老师还曾经建议他进入天才儿童学校，原因在于他过早展现出来的逻辑能力和战略思维。罗塞尼尔10岁的时候画过一幅画，父亲让他描绘未来想成为什么，而他的画中自己站在球场边线，以主教练的身份指挥比赛。他在2022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从小的梦想不是当球员，而是当主教练，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是我人生的目标，而且不仅仅是当一名教练，而是成为一名成功的教练。罗塞尼尔的父亲球员时期曾经效力富勒姆和西汉姆联，退役后又执教过多支低级别联赛球队。对年幼的罗塞尼尔来说，每隔一个周末和父亲相处都是进入足球核心的机会。他回忆道，周五放学后我们就会过去买点外卖吃，我们吃炸鱼薯条，我爸爸吃烤肉，然后围坐在桌子旁边讨论阵容的选择、战术的安排、定位球以及换人。那是和我心中的英雄我的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非常特别。
到了周六，我就会一直跟着他，看他准备赛前动员，站在更衣室里听他讲话，也会在比赛中坐在教练席。你能看到布莱恩·克拉夫当年和他儿子一起坐在替补席上的老照片。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10岁的时候就在场边朝球员喊话了，这一直就在我的血液里。而且我自己在11岁时就已经以球员兼教练的身份带领校队训练了。我知道这样说可能听起来有点怪，但对于我来说很正常，因为我是真的很热爱执教。后来在我当球员的时候，我踢过边后卫，踢过边锋，效力过富勒姆、雷丁、赫尔城和布莱顿。我的职业生涯出场接近400次，而在我效力过的每一家俱乐部，我都会参与青训执教。如果在球员生涯后期受伤或者没有入选名单，我就会站在球员通道口看比赛，把安保人员都惹烦了。这样做只为了自己能从边线的视角练习如何即时决策。在2022年鲁尼从德比郡辞职以后，助理教练罗塞尼尔出任临时主帅，开启了英甲的赛季。罗塞尼尔直言道，如果没有和鲁尼共事的那段经历，我不认为自己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主教练。也就在上周，鲁尼在播客节目中力挺自己过去的助手，说呀，罗塞尼尔敢于做出选择，希望这些选择最终能得到回报。因为在我看来，罗塞尼尔是我合作过最出色的教练之一，无论是对细节的把控，还是对日常工作的态度，他都是我共事过的最优秀的教练之一。后来罗塞尼尔在赫尔城获得首个正式主教练的职位，并率队成功保级，随后一个赛季排名第7，创下俱乐部多年的最佳战绩。尽管获得英冠年度最佳主教练的提名，他却意外的下课。离开赫尔城以后，罗塞尼尔迅速执掌了斯特拉斯堡。他在首场比赛便排出联赛的最年轻首发阵容，首个赛季带队排名第7，获得了欧协联资格。他在法国执教初期对媒体曾表示，我在法国这里3个月学到的东西，可能在英格兰5年都学不到。现在执掌切尔西，使得罗塞尼尔成为英超历史上第10位正式任命的黑人主教练。这一个议题对他意义重大。他的父亲因为长期从事反种族主义工作，在2019年获授 MBE 勋章。罗塞尼尔也是英格兰足坛最具表达能力的教练之一。球员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他曾经为媒体撰写专栏，退役以后也短暂担任过电视评论员，但真正的归宿始终在教练席。3年前，在他当德比郡主教练的时候，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准备过程：我已经学习了26年，只为确保自己能成为最好的教练，尽可能去理解人，理解每一个人。我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在做准备，让自己能够站在今天这样的岗位上。所以切尔西和他签下了5年半的合同，并附带12个月的续约选项。切尔西的高层认为罗塞尼尔的执教理念、领导能力和团队管理经验非常契合球队的风格。那么好吧，每一次对年轻人，老 K 都是充满幻想，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希望。老 K 过去曾说换帅后的切尔西不看好他们能拿到英超，但现在我要改变自己的口吻，我真诚的希望罗塞尼尔能够率领切尔西拿到欧冠和英超联赛的冠军。所以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点赞、评论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